晚上该不该喝水？泌尿科医生告诉你晚间饮水的正确方式。今年75岁的郭大爷在5年前患上了脑血栓，听老朋友说晚上喝水能够降低脑血栓的夜间发病风险，于是坚持每天在睡前5到6杯水。但在3天前，郭大爷突然出现头痛、恶心、肌肉痉挛等症状。郭大爷的家人发现郭大爷的异常情况后，急忙开车将郭大爷送往了医院。郭大爷的家人将郭大爷送到了医院，医生先询问了郭大爷的生活情况，了解到了郭大爷在睡前有大量喝水的习惯，之后为郭大爷进行了血液检查，检查结果显示郭大爷的血清钠离子浓度为115mol/ml。医生根据上述检查结果判断，郭大爷可能是由饮水过多引起的低钠血症。医生将郭大爷的诊断结果告诉给了郭大爷的家人，郭大爷的家人表示疑惑，不明白是什么导致郭大爷出现低钠血症。医生告诉郭大爷的家人，睡前喝水确实能够改善人体睡眠以后的血液粘稠度，维持血液的顺畅流通，有效降低夜间脑血栓发病风险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喝水的量超过了其肾脏能从尿液中排出的水量时，会导致水分在体内潴留，细胞外液钠离子浓度被潴留的水分稀释，引起血浆渗透压下降，循环血量增多。因此，夜间饮水应该适量，以免加重病情，反而造成机体的损伤。而在人体体重中，水分至少占据了50%以上的重量。喝水是保持健康的基石。适当的饮水不仅能够帮助大脑保持警觉状态，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，提高身体免疫力。但是当前不少人纠结晚上到底该不该喝水。很多人担心在睡前喝水会引起夜间尿液增多，导致频繁上厕所，进而影响睡眠，或者担心睡前饮水可能会引起眼部或腿部等身体部位的水肿。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晚上到底该不该喝水。如果选择晚上喝水，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？一、晚上该不该喝水？喝水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行为之一。如果身体出现缺水，可能会导致身体疲劳，而长期处于缺水状态，甚至可能引起心血管疾病和引发泌尿系统出现问题。反观一个人如果喝了足量的水，那么不仅可以延缓衰老，使得寿命更长，还能够降低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，保证肠道通畅，排便顺利。研究表明，人饮水的最佳时间点是清晨，最好是选择起床后空腹喝水。因为清晨起床后空腹喝水不仅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增强免疫力，还能够降低血压，预防脑血栓和心肌梗塞。然而不少人也在纠结晚上该不该喝水。有人认为晚上喝水能够为身体带来好处，有人认为晚上喝水影响睡眠，引起水肿，那到底哪种言论正确呢？据美国医学协会报道，除了清晨，睡前1小时饮水最佳。睡前饮水不仅能够补充夜间在睡眠时丢失的水分，防止脱水，提高睡眠质量，还能够降低脑血栓患者在夜间的发病风险。因为一般我们夜间睡觉时会经呼吸和皮肤损失约300到400毫升水，相当于人体全身循环血量的3%到5%左右。在夜间我们丢失的水分如果无法及时补充，那么血管中的血液将浓缩，变得比白天更粘稠一些。粘稠的血液将导致血液流动缓慢，对于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或者脑血栓患者来说，这将变得很危险，因为粘稠的血液容易加重心肌供血不足或者导致脑血管堵塞。如果睡前喝水，可以适当稀释血液，加快血液流速，使得患者的生命得到极大的保障。另外，对于正常人来说，晚上适量饮水并不会导致夜间尿液增多，频繁上厕所，但是如果在睡前大量饮水，则可能导致尿液蓄积过多，引发尿液，需要夜间排尿。尤其对于肾脏不好的患者来说，如果夜间大量饮水而肾脏无法排出，可能会导致水分在体内潴留，引起患者眼睑、颜面等部位出现水肿，严重者可能表现为下肢水肿或血压升高。因此，对于肾功能、肝功能或者心脏功能不好的人群来说，不建议在晚上大量饮水，不仅会加重肾脏负担，如果出现水分无法及时从肾脏排出的情况，还可能会在体内蓄积，引起水肿、血压升高，甚至水中毒等不良情况。
所以对于这一类人群来说，晚上饮水量最好听从医生的建议。对于尿结石患者来说，则建议睡前多喝水，预防结石形成，促使结石排出。因为结石成分的排泄多出现在夜间和清晨，但是这个时候一般尿液会发生浓缩，导致结石易于形成。因此，尿结石患者最好在睡前饮水，保持夜间尿量，但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饮水，以免发生水中毒。可以在一天中分多次饮用。综上所述，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，晚上喝水是有益的，但是要适量，不能多饮用，以免影响睡眠。对于部分人群来说，如果饮用过多，还可能危及生命。但是对于尿结石患者来说，建议夜间多次喝水，以免形成结石，加重病情。因此，对于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。然而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，晚上饮水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些方式，以免得不偿失。正确的饮水方式不仅可以提高睡眠质量，还能够有利于身体健康。2. 夜间饮水的正确方式。虽然夜间饮水能够降低脑血栓和心肌梗死夜间发病风险，但是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，在夜间饮水还是要多多注意，因为不正确的饮水方式可能不仅起不到应用的效果，还可能加重病情，损伤身体，如文中的郭大爷一般，因为错误的饮水导致低钠血症。以下是夜间饮水需要注意的问题和正确饮水方式，希望夜间饮水人群多加注意。1. 适量饮水。一个人如果晚间饮水过多，很可能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，引起水中毒，而饮水不足则可能导致血流缓慢，代谢活动降低，增加部分泌尿系统疾病、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。因此，饮水时既不能过量，也不能过少，而应该适量，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因为年龄增大，肾脏功能有所下降，肾小管和集合管对水的重吸收作用减弱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加重肾脏功能负担。另外，人一天对于水的需求量一般是固定的。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的内容，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饮用1700毫升水，女性一天饮用1500毫升水，并且这些水是不建议一次性饮用，大口猛灌的，以免发生水中毒，加重肠胃负担。可以选择一天内少量多次饮用，每次200毫升，小口慢喝即可。2. 饮水温度。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，有的人群喜欢喝热水，有的人群喜欢喝冷水。然而对于这些喜欢喝热水或者喜欢喝冷水的人群来说，这时候就需要多加注意了。不正确的饮水温度很可能为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。对于喜欢喝热水的人来说，水温一旦超过65摄氏度，就可能造成口腔黏膜和消化道的损伤。因为口腔黏膜和食道黏膜的温度一般在36.5到37.2度之间，水温过高可能就会损伤细胞，严重者可能会诱发食管癌。对于喜欢喝冷水的人来说，如果水的温度过低，则会刺激心脏，影响心脏功能。如果患者存在心血管疾病，还可能增加发病风险。另外，长期喝冷水还可能会使得胃黏膜血管收缩，酶活性下降，进而引起消化不良和胃肠道的损伤。因此，一般不建议长期饮用过热或者过冷的水。饮水温度选择在35到40度左右最佳。3. 饮水类型。最好不要用饮料来代替喝白开水。当下市场上有各种口感丰富的饮品，于是不少人觉得白开水喝起来没有什么味道，喜欢用味美的饮料来代替白开水。但是过量饮用含糖类饮料不仅不利于牙齿健康，还可能增加患糖尿病、肥胖等疾病的风险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。另外，也有不少人觉得白开水没有什么营养成分，喜欢去买一些富含营养的保健品饮用。然而这些饮品对于一些人群来说，可能会加重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，并非真的对健康有益。事实上，没有什么味道的白开水往往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好的饮品，不仅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，加快体内废物的排泄，还能够防止龋牙，保持每天正常排尿和排便。综上所述，对于正常人或者脑血栓患者来说，是可以晚上喝水的，但最好在睡前1小时饮水，却不要饮水过量，以免频繁排尿，影响睡眠。对于肾功能或者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来说，最好注意饮水的量，
因为一旦水分在体内潴留，将有可能引起水肿或者高血压，增加发病风险。最好在医生的建议下饮用水量。